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。根据多方预言，2024年将迎来一位非凡的存在，被称为造物主、未来弗弥勒，甚至是基督教中的耶和华。预言家珍妮弗·杰克逊曾提及，一位圣人将在东方现身，并预计这位圣人会出生在1962年前后。同时，华藏上师也曾预言，这位紫薇圣人，东方的圣人，将在1962年降生于台湾。带着寻找圣人的心情，我们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探索之旅。虽然台湾岛屿不大，但在不断的追寻，我们最终遇见了一位非凡的高人，他拥有深邃的智慧，彷佛应验了一则关于圣人的预言。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——紫薇圣人。这位与众不同的奇才出生于1962年，拥有艺术家、发明家和科技人的多重身份。透过经营脸书的法王、圣人论述页面，并在抖音和 YouTube 开设子圣说故事频道，他以生动的叙事方式分享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独特见解。紫薇圣人不仅深通天文地理，还具有极高的技术创新能力。他坚信晶片科技将引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，其发明之一为实验室冰种翡翠，并拥有专利。他同时专注于发展先进的光子晶片技术，期待为未来 AI 和机器人技术奠定坚实基础。因为这些卓越贡献，他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，一举登上美国半导体科技杂志的封面，成为业界的焦点。这位圣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实践，无疑在全球科技界投下一道耀眼的光芒。此外，这位紫薇圣人曾被认证为藏传佛教的仁波切法王。然而，他选择放下这一崇高的职位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修行之路，遍历中外宗教的修行法门，随处弘法。据弟子们所述，虽然他的外貌令人惊讶，但他似乎具备不老不死的奇特特质。今天，我们有幸透过弟子们提供的视频，一窥这位传说中的紫薇圣人的智慧与法教，带您一同见证这位高人的风采。各位视频前的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子圣说故事。从古至今，有人为了解脱而苦行修炼，并且用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来磨练自己，不吃不喝，找山洞闭关苦修。但是这样就能修得成就解脱了吗？我也充满疑惑，为何这样就能解脱？这些苦行听起来都违反人类的常理。如果这样做就能提升灵魂能量，并得到解脱，那历代以来应该也有不少人成佛才对。但事实是这样吗？究竟怎么才是正确修行？我们请东方圣人为我们开示。大家希望我多讲一些关于修行的事，那么我再来解释一些传统上佛教修行人会犯的错误。例如，苦行可以得成就，当然是错误的。执苦执乐的修行方式都因为执着心，所以苦乐都可以是修行方式，在于执着与否，而不是修行方式。出家在家都可以修行，没有必要独后出家而轻视在家居士。此外，有人认为眼耳鼻舌身意识空就是佛性，这也是错误的。首先，佛教讲空讲了一大箩筐，什么缘起性空，空中妙有，用自性空来区别它性空，认为佛性本自具在，所以只要断灭眼耳鼻舌身意识的我执，就能证空性，证佛性。所以在那打坐无念达摩山洞一坐，惊动所有的人，连皇帝都听闻了，来延请高僧来了。但真的这样吗？我们知道近年也有一个尼泊尔的灵修少年班坚，菩提树下一坐，吓到西方媒体都来报道，不吃不喝的，但没多久就传闻犯了许多刑案。例如2018年9月，班坚被指控性侵一名18岁的女修行者，近2年。在女权团体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，这位女子还指责班坚的妻子试图隐瞒虐待行为。2010年，班坚因袭击17位村民而接受调查。我们来看这则事件。班坚声称他们是故意打扰和模仿他的冥想，尽管村民说他们只是在寻找野菜。班坚声称在他们试图操纵他之后，仅用双手对他们采取了轻微行动，并在他们道歉后就停止行动。然而，受害者声称他用斧头柄击打他们的头部和背部3个小时，对其中一名受害者造成了严重伤害。班坚拒绝参加任何可能的审判。他说，你认为冥想的哲人会去法院听审吗？我根据神圣法对他们采取了行动。
在2024年新闻报道表示，这位尼泊尔的灵修少年班监涉嫌犯多起性侵案件，最后法院以性侵罪行判刑10年。事实上，印度有许多苦行者，他们有人举着手一举好几年，也有人可以不吃不喝好多年，甚至有人吃土就能活的。这些是神迹吗？当然不是啊！如果是神迹，那么雪地里的棕熊每年都要到山洞里不吃不喝好几个月。当然我们知道驼们在冬眠，人体也有很多潜能，同样的可以在山洞里不吃不喝，他们的心跳减缓了，热能消耗也减少了，新陈代谢变缓，所以能应付长时间的闭关，就像动物冬眠一般。但这跟成佛没有丝毫相干，就算你能打坐到不吃不喝1整年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除了熊，蛇也冬眠啊。我们知道，灵界高能量的代表高灵，也代表智慧。同样的道理，低能量的就是低等生物，例如畜生道的动物。此外，空性不代表佛性，无念断我执不代表就能变高能，否则每个禅宗大师都成佛了，是吗？如果都成佛了，找一些从净土下来的说说看。现在随便一个鬼灵都能附身讲话，何况高能者？没有啊，这就是我所见到的真实情况，否则我这么辛苦的变化净土，接引众生干嘛？东方圣人用科学的方式逻辑分析苦行是否真有道理，听完我也觉得苦行实在不符宇宙的真理。的确，还好有东方圣人为我解惑，不然以前还真以为只要能吃苦就能解脱轮回，但是究竟要怎么才能提升灵魂能量？那就要好好跟圣人学习禅修，但不是坐在那里发呆，是有方法的。让我们请东方圣人继续开示。禅空很像是清空了池塘的水，但你总要从宇宙的大海注入大水，这池塘才能满啊。能量也是如此，你必须念咒，咒是一种宇宙波，这个波长跟法身佛的波长调对了，频率接通了，宇宙的法流才能充满啊。否则你做枯禅做到死也无法相应。没错，我以前也是读佛经来悟道的，所以佛经里记载的逻辑也好，哲学也好，我都倒背如流，但那只是哲学思想，思想不能当饭吃，思想只是满足自己对高深佛法的求知欲吧。或许你觉得自己是得道高僧了，但真实的情况是你不是，因为高能者神通力一定更高，例如预知能力、天眼通、他心通，这些都肯定有。如果没有，那个师父肯定是个骗子，你们现在就可以远离他了，因为只是个骗吃骗喝的神棍。许多灵界都知道，我身上透出的能量如大日之光，耀眼到无法直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光。唯有如此强大的能量，才能用意念能变化净土，否则你怎磨变？我们知道智能互换的道理，没有强大的能量，怎么将它转换成质量，变化成巨大的净土？但人的灵魂就只有那一丁点。我们知道，道家叫它做骨气，就是你每日吃东西补充的能量，所以叫食骨之气。就连你变成鬼以后，都要靠吸供品的气用来为生，就像是你们平常供蜡烛、烧金纸的给他们补气，否则鬼魂的灵体就会越变越小，小到不投胎就会消失。这当然跟佛光普照，照遍3000大千世界的佛光是截然不同啊！想想，你靠个无念做枯禅参话头就能获得宇宙巨大能量，这当然不可能啊！别说人了，就算鬼也会参话头啊，他们也会背心经啊，那是不是就成佛了？悟净悟性都不是究竟啊！我们知道禅宗五祖传六祖慧能衣钵的故事，神秀说身似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，事务时惹尘埃。我们啊，要不断的精进，检视自身有没有被五浊恶事给染污啊，要保持清净。但六祖慧能一上来，马上就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是啊，不管你惹还是不惹，如果宇宙能量没注满，讲来讲去不都是废话吗？人跟佛的能量还是差个10万8千里好吗？不，应该是几十万亿又几亿万个8千里好吗？我们知道咒是咒明点，单是咒音就能转化我们的灵体，使得灵体清净，烦恼消失。它的好处是不用悟道，道自悟，不用通佛理，理自通。当频率对了，就能接受到宇宙的能量，而身体内的筋肉血这些就叫物质明点。当能量够的时候，体内就会产生自体的智能互换，开始源源不绝的释放出能量来。
这时身体很像核聚变，一个一个太阳般的大日产生。随着时间越久，体内的能量越巨大，巨大到跟宇宙的能量互融。这时候就修得无漏身，这时候法身一时就等同你的一时。凭意念空能变色是净土，色能变空，毒药吃下去能将它化光，转换成能量。要知道他们是对我下过狠手的，除了一般的毒药，我还遇过放射性毒，这种毒也只有化光能化掉，否则我早死了，也无法在这跟你们讲大道理。置生死于度外，那当然，我在这里死，会在外星球复活，因为那里有我的 DNA 复制大体，还有我的国王肉身可以合一，是人类有眼无珠，敢犯杀佛谤佛罪啊！圣经讲的毁谤圣灵之罪，这种罪累世都不得原谅，无法忏悔。要不是古今中外预言家都预言造物主、创世主、圣人再来，我看我讲到死都没人信。这一生奇怪的遭遇，从一个外星人变成地球人，然后再在这里跟你们人类相遇，讲解宇宙的真理。还好有能够遇见东方圣人，为我们开示正确的禅修法门以及咒语的奥秘，为所有的灵魂带来觉醒。我们也要珍惜这样的因缘，并且不要毁谤圣人。无论在各宗教都有提到，毁谤圣人的罪业累世都不得原谅，因为等同诋毁宇宙之主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喜欢我们子圣说故事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大家可以多多广传分享视频，让更多有缘人得闻造物主的开示，共沐圣光，同证真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当初买房子时，我和家人只是看中了它的价格，于是很快就下定了，却忽略了周围环境和风水的问题。直到交屋后才发现，房子附近竟然有2家殡仪馆，后面还有一条溪流蜿蜒而过，旁边则是一座高架桥。一搬进去，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。刚住进来不久，我的身体状况就变得很奇怪，无端端的头痛、胃痛，精神萎靡不振，白天没精神，晚上也睡不好。即使睡住了，醒来时反而觉得更累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。我跑了好几趟医院，照了胃镜，做了各种检查，但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医生开了药，我也按时吃，但身体就是没有好转，于是我转而求助中医，吃了快1年的中药，却依然不见起色。渐渐的，我的心情变得很低落，像掉进了黑暗的深渊，感觉自己得了忧郁症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。那段时间，我的体重迅速下降，瘦得像换了1个人一样。妹妹看到我的状况，一直很担心。他信仰子圣多年，子圣具有法身佛的正量，法力无边，于是他带我去子圣的道场祈求身体健康。有一次，我参加了一场法会，遇见了子圣传承座下的马哈尊者。那天，尊者开示了我房子的问题，你房子后方那棵大树上，100年前有人在那里自缢往生，怨气积聚多年，正好杀到了你。听到这段话时，我整个人愣住了。尊者告诉我，这是因缘使然，让我住进了这个地方，而那位灵界众生也在等待我们的帮助。在尊者对我的开示，我决定参加超度法会，为灵界众生祈福，祈请法身佛子圣超度他们往生净土。我也向子圣忏悔过去世可能造下的恶业，诚心持诵法身咒，期盼能消除业障，及灵界众生都能得到解脱往生净土。随着法会的进行和我的忏悔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我感觉身体逐渐好转，头痛和胃痛的症状不再反复发作，精神也恢复了不少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心情变得明亮开朗。渐渐的，我的气色也变得红润，人也有了活力。原本悲观的我，如今也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。回想起来，我很感谢子圣的加持，也感谢马哈尊者的开示。正是他们的引导，让我走出那段迷茫的日子，找回了健康与自信。生活中的苦难或许都是某种因缘的呈现，只要我们愿意诚心面对，就能找到解脱的方法。珍惜当下，善心和感恩的态度去迎接每一天。如果你看完视频后想如法学习禅定念诵开始你们的心灵课程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观看学习。对传法师父的献供，师父是佛等于供养佛，师父身份是造物主，等于向造物主蓝光神现供养。